各位来宾，本次会议人家为什么要请我们速记员？是因为我们可以更快更准。一场3小时的会议，我们可以单场出稿子。机器肯定比人快呀！一场3个小时的会议，我们只需要7分钟就能撰写完毕。我是红红，我叫王庆然，今年27岁，我的岗位是人工智能研究员，我现在在合肥。我是一名高级速录师，现在在南京。我的工作是记录声音。我一般化个妆就5分钟。等一下参加的会议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有发改委和国务院的领导要过来，是比较高级别的会议。简单来说，速记员就是把一切可变成文字的声音转换成文字。市场调研、圆桌类研讨会，速记员都是标配。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是蛮机缘巧合的，是在大学的时候有这么一门课程。毕业之后呢，我又去北京市速记协会学习了一段时间。这个期间其实就到国务院、国防部实习过。会议是早上9点开始，我是一般8点半之前都要到了。现在过去还有4站，其实在南京市内的会议过去还蛮方便的，基本上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南京是一个中心城市，它可以覆盖皖北和苏北的一些速记需求，对于我来说也是生活上的便利吧，两全其美。帮我导航到科大讯飞。科大讯飞语音产业基地位于蜀山区永和路附近，全程9.5公里，约我们公司上班9点半。我一般这个时候出发，然后半个小时到公司。云米冰箱，早上靠近公司的时候就可以打个卡。我来自天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在学校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的技术的方向嘛，有了一些基础。毕业之后就来到了科大讯飞，我家就是合肥的，而且讯飞就在合肥，工作了3年多，一直都在进行语音识别相关的研究。最近的项目主要是优化会议场景下的语音识别率。我们语音识别这个领域，现在应用最成功的一个场景就是会议场景。我这次参加的会议是关于绿色低碳的高层研讨会。一般进入会场之后呢，我是先把我的音频线接到控台上1、2、3，南京江北。目的是为了让声音更清楚。坐定之后，把可能高频出现的词汇，比如说高质量发展、“14.5”、双碳，我可以列上去，这样子可以更快速的操作。还是有点紧张的，它毕竟是太专业的会议。对于环境的要求，我觉得人工可能比人工智能更能够适应一些，然后更激动一些。我们其实可以从多个渠道来采集一些噪声反例，来提高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就比如说我们会议场景下，它可能会有些拉椅子声、关门声、咳嗽声。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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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车窗。我们到这个车里面采集的音频其实是一些噪声数据，还有一些指令数据。导航到科大讯飞，它会采集我这个说话的语速啊、音调，还有这个实际的距离。我们回去会加到训练集里面去训练它。尊敬的各位来宾，本次会议即将开始，请您尽快就座，并将手机等通讯设备关闭或置于静音状态。谢谢您的合作。好的，先跟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啊，长三角黄门区。同时的话呢，我们行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这5年的话减少了3700家啊，这个规上。我们瞬时速度是会达到500、600的，但是你平均下来的话，基本上是200、300的样子。啊，他们1分钟能出600字吗？速记员是怎么样能够在每句话说完之后就能把文本打出来的？速录机它就是专门为打字而设计的，功能很纯粹。速录机器一共有24个键，以拼音为基础重新编译，左右各有12键位，呈轴对称状且完全相同。以会议2字为例，平常电脑键盘我们需要前后敲击5键才能打出，速记员可以在同一瞬间2手落键，轻按一下就可以打好。进一步加快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生态区。哦，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会议专业场景。就现在音频它已经开始在处理了 ，start process。这个解码是有点慢了，所以在等程序跑的过程中，也可以喝一杯奶茶，还是蛮惬意的。
人类数据员的话，2到3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都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去听、去写，比较辛苦。语音识别的话，你把这个模型训练好了，把音频输进去，它就会稳定的给出一个结果来，比较快，并且记到永逸。其实我这边已经转完了，这就是我们转出来的文稿。它会有一些关键词的错误，2030年碳达峰，2060年的碳中和，这2个地方都是我们识别错误的地方。很多流行语啊，没有见过的人名地名，我们会识别不对，但是我感觉人类的话应该会识别对。按照总书记的要求，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我们碳达峰、碳中和的示范区。下一步呢，我们速记员的工作，它不是说记录每一个字，我们要让稿子具有可读性、逻辑性。当嘉宾一句话不顺畅的时候，我会变更一下顺序或者补充完整。第2个方面就是我会根据嘉宾的逻辑和展示的 PPT 去列出1、2、3、4，这就需要通过速记员辨识、整理、归纳。我没有办法做到像速记员那样去把这个文本做一些修改，它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把你说话的每一个字都展现出来。但是语音识别其实近几年发展的跟前几年不大一样了，我们会进行一个标点的预测、语气的预测、口语规整、段落的转折。那它真的要做起来，那就真的是没有我们存在的价值了。那上午的会议呢，我们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现在就是在最终校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错别字，然后马上就可以发给客户。除了幕后工作者以外，我们往往是第一个进入会议室的，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的。平均下来1个月有20场会，在南京1天的报酬大概是600左右。我们这个行业吧，在1线城市的话5、60万吧，在2、3线城市可能会打个5折或者6折。平均下来1个月有20场会，但是20场呢，可能有半天的，也有1天的，时间很自由。哇，都卖光了啊！这是鲫鱼，来点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行业挺孤独的，要一个速记师的话，就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没有什么工作日和周末之分，有时候就经常会宅在家，不愿意出去玩，因为我有时间的时候，别人可能没时间；别人有时间的时候，我没时间。因为现在想考初级会计资格证嘛，所以在看视频，有事没事儿。提升一下自己其他的技能水平 ，PS， 还有我最近在学的会计呀，让生活变得更充盈一点、更丰富一点，而不仅仅是只有速记这一个技能。我们上班的时间强度其实还是蛮大的，到晚上8、9点左右。衣架开灯，衣架下降，衣架关灯。我研究员这个工作对我生活中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整个人变得更加的严谨。就比如说我打游戏，我不会说用一个大概的东西来评估一件事情，我不能说晚上打游戏我打到想睡觉的时候我就不玩了，我肯定会说我今天晚上回去我打1个小时游戏，我在这1个小时之后我绝对会去停止这个游戏的过程，我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速记员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听了那么多人说话，会不会在生活中不太喜欢听到别人说话？就喜欢一个人待着那种。结束一场会议，我不着急的话，我就会去附近的公园啊走一走。请上传扫码。这个时候就是心无他物。那个是紫金大厦，是南京的第1大高楼，经常去紫金大厦那边开会。前几年去参加互联网大会的时候，都有人工智能的身影，产生过自我怀疑，自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工作就没有价值了呀？现阶段我觉得心态平和一点，各类的会议让我觉得视野变得更开阔了，可以见不一样的风景，看不一样的人，随时保持新鲜感，是让我非常喜欢这个行业的原因。因为它不是我们家肉体刷新的嘛，所以说讲完之后可能工作中具有挑战性的东西是怎么样将我们的技术给实际落地成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人工智能我觉得它被开发出来的初衷就不是要去取代人类，
而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的工作。嗨，谢谢你看到这里，我是这集的编导练习生乐莹，这也是我来当下做的第一支片子。在做这支片子之前，我以为片中的2个职业一定是取代和被取代的2元对立关系，但在我接触了红红和然哥之后，我发现他俩的职业有着不少的交叉和融合，职业本身也各有优劣和自己独有的生存空间。更让我佩服的是他们的心态，红红在危机感之下放宽心态，提升技能，找到了自己的瓶颈，而然哥则站在人本的角度，辩证地看待技术，收获不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2种职业的呢？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担心被科技取代的瞬间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告诉我们。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支视频，不要忘记分享这支视频，关注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